谁啊？爸，我的徐悲鸿呢？你把我这个徐悲鸿，这个吴冠中都放哪儿去了？什么跑？什么许飞鸿、吴冠中，又不长腿，不会跑了。你们站着干嘛呀？去泡茶。话都在这儿啊。烦心死！哦，小心小心！等等，把方边上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念你这些字画？这些比你的儿媳妇更重要。小娜，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是不开明，就是你的小女朋友她还没有毕业。他借的房子出了点问题，搬过来住了几天。那你呢？这几天我一直睡在公司，刚刚才回来。今天晚上我要飞去上海参加丰腾科技的 demo 演示会，微微也要搬回宿舍，所以才收拾行李。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是不开明，就是……你到底是支持呀，还是反对呀？你弄你的字画，不要插嘴。哎，你看，一会儿让我管，一会儿又不让我管。哎，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你们先统一一下意见，我去厨房看看。哎，你怎么办呢？肖教授、林教授会不会以为我是那种特别不矜持的女孩？一般他们只会觉得我不矜持。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你可以表现得像受害者。我倒是想啊，不过我天天跟你们一起吃盒饭，都长胖了好多，这么油光满面的，哪里像受害者呀？你的意思，难道没胖，就真的要假装受害者？那必须啊，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多重要啊！放心，已经解释清楚了。快去给你婆婆敬茶。快去！知道了。林教授、肖教授，喝茶吧。哎呦，快坐快坐。坐吧。你的论文写得不错。谢谢教授。因为我的舍友，他借给我的房子出了点问题，我临时在这住了几天。香奈跟我们说过了，不用在意。你的系主任就住在我们家隔壁，早就夸过你了。我们知道啊，你是个好女孩。我们做父母的不是不开明，如果……我差不多要去机场了，妈，微微要回学校，我来不及送她了。你们回学校的时候，顺带把她捎上吧。好呀好呀。别，那个真的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哎，没关系的。叔叔阿姨，我寝室到了，你们不用送我了。没事，就送到门口，前面快到了吧？啊？这个不是陶土系的肖教授吗？是的，另一个是我们系的林教授。啊，贝微微都见过香奈的父母了。天啊，他们竟然还送她来学校，这秀恩爱见得多了，居然还有秀公婆的，简直别出心裁，丧心病狂啊！是。就这儿吧。啊，是。哎，箱子重。没事。哎，好了，叔叔，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叫我寝室的同学帮我拿行李了。能拿吗？这么多东西？可以的。啊，不要客气啊，等香奈回来了，经常来家里吃饭。哎，是。好。
东西给我吧。那阿姨叔叔，我送你们走吧。哎，不用。不用了，不用了。别客气啊，我们自己走了。快上来。那好吧。小心啊！哎，再见啊，叔叔阿姨再见。在楼上就听见爸爸，妈妈呢？真的是大神爸妈自己上学啦？贝贝，你也太厉害了吧！人家上学最多是父母送，你居然是公婆送。拿东西。记得讲细节啊。哎喂，你到了吗？今天还挺快的，没晚点啊。上海也堵车啊。好，那我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啊。拜拜。早点休息啊。好，拜拜。咦，某人好甜蜜哦。你和大钟都甜了2年了，还不让我反击一下呀？哼！哎呀，你们够了！这么算，最亏的是我和阿喜。你不是刚刷牙了吗？你健忘啊？我刚刚刷完牙，然后我偷吃了。他说什么？他说他刷牙之后又偷吃了。爱和人的点心大礼包。什么？你带回来的点心大礼包。厉害。耶！累了一天了，总算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对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和好了？之前到底为什么吵架？说。为什么吵架不重要，重要的难道不是有人吵架了之后去哪儿住了吗？对呀。对呀，我说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快说什么情况？情况。没什么，快说什么情况？真没有情况。你让我说什么呀？真没有。哎，小林你可真行，排个队也不忘血拼。你懂什么啊？这叫高效。今天唯品会大促，比平时买还要划算。我等这一天好久了。哎，你看这牌子，3折。让我瞧瞧。哇塞，真的呀？那我得赶紧抢。就是，新学期新面貌嘛，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华丽大变身，亮瞎他们的双眼。哎，又到我们了，一会儿再抢吧。哎，等会儿啊。OK， 刚好买完。购物车只给保留20分钟时间，要是完成不了付款，到嘴的肉就飞了啊！贷款有钱，付的就是快。哎，这么快就大3了，还记得我们军训时候的事情吗？你是说你假装肚子疼被教官批评的事吗？哎，你怎么哎呀，好了，你俩行了。你们待会儿干嘛去？我要去臻毅科技领实习工资，你们谁陪我一块儿去？我跟我们家大钟约了。我特殊时期没有同学爱，有也不给你呀。我们先走了啊，拜拜。好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耶！走吧。哎，你等我一下，人有3急，马上，快点。阿奇同学，不是说过就当不认识吗？听不懂中文啊？哎，等一下，那这个不认识的同学，你要不然抬头看一下，这可是……
菲菲，我马上要去国外读书了，今天是来办理手续的。恭喜你。我很抱歉，以前因为我一些不成熟的行为，给你和香奈造成了困扰。没关系，其实还好。微微，我很羡慕你，不光是因为你和香奈的感情，更多是因为你有真心相待你的朋友。朋友之间贵在真诚，如果你真心待人，对方一定感受得到，并且报以同样的真心。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珍贵的朋友。我懂得太晚了，不过我觉得来得及。菲微微，谢谢你，希望你一切都好。啊，祝你一切顺利。拜拜。校花跟你说什么了呀？我怎么觉得她好像比平时好看了一点？没什么，他说他下学期要出国留学，还有啊，他很羡慕我有你这个损友。谁是损友啊？我明明是国民好闺蜜，好吗？你得了吧你！那微微，她走了，你不就晋升成校花了吗？哎，嘘，这件事情啊，这样，你匿名呢发帖子到论坛，说已婚妇女啊，不，说有男朋友的女生不能参选校花，怎么样？你死了这条心吧，已婚少女，你花定了！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啊，你跟我一块儿进去嘛，就在大堂，没人注意的。我在这儿吧。走吧，没事的。你就坐在这儿，我上去领工资。万一他们扣我工资，我一个电话你就打上来，知道吗？知道了。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原来是真意的人啊！拿到了！我还你钱，剩下的咱们俩去大吃大喝，不带小林和思思那个没良心啊！这个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啊？哦，是我们公司的李总，负责游戏开发的。怎么了？等会儿跟你说。为了保证公平性，我们必须使用风腾提供的与真实网络环境下同等配置的外部服务器，其他和公司测试的一样，你们不用紧张。可我还是紧张，老三。哎，你确定让我第一个跟你齐上？你不能因为我颜值高，就让我遭此劫难吧？呸！论颜值的话，肯定是我第一。老三呢，只是拉你做个陪衬的，形成一个反差萌。很好，还有精力胡说八道，说明你们不是很紧张。紧张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倒不至于像阿爽那样，紧张到拉肚子来不了。这个阿爽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电话一直关机啊？请问是智一的团队吗？是。好，请跟我来。
肖总来了，王总，欢迎欢迎。何总，让你们久等了。哪里，我们也是刚到。这就是之一的团队，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果然很年轻。是啊。哟，李总，欢迎。王总，欢迎。何总，这是我们真义这次是由小甄总带队，这就是我们的小甄总。王总，欢迎。何总，欢迎。哎呀，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看到这么年轻的团队，不服老都不行啊！既然人都到齐了，那里边请。怎么都关机啊？到底怎么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跟孟毅然吃饭，我说遇到一个熟人，那个人啊是肖奈的员工，我看到他和这个真义科技的李总在一起，这两个人同框，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啊？二喜，你说这样会不会对肖奈不利啊？不会吧？也许只是认识吃顿饭而已呢。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还是得打电话问一问。怎么还关机啊？微微，你先别急，他们出席演示会肯定要求关机的，所以打不通。先回去再说。因为是非公开的演示会，所以大家不要拘束，随意一些就好。我们等等封总，他来了我们就开始。好的，好的。封总来了。封总，坐吧。封总，这边是智一科技团队，那边是真义科技团队，待会儿他们会分别向我们展示他们的游戏 demo。封总是下午1点的飞机，所以时间会比较紧张，每个团队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跟何总商量了一下，按照笔画的顺序，真义先来。好，谢谢王总。非常荣幸由我代表真义科技向贵公司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此时此刻，虽然我是真义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但更加是《倩女幽魂》的资深玩家站在这里。我们真义对新倩女的所有的设计，都始终坚持将玩家的需求摆在第一位。玩家之所以能被一款游戏吸引，不仅是因为重复的战斗和无尽的升级，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还有感情。所以我们在原有的游戏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互动系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复杂有趣的恋爱系统、家人系统、结义系统和100人团队任务等等。大家请看样片。我的演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现在的网游技术已经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顶点，一些小的突破已经无法再给玩家带来什么新鲜的感受。那么在玩法上创新，我觉得真义做得很好。真义的作品确实有些意思。那接下来有请智一团队。
大家好，我是肖奈。接下来，我将和我的团员们一起向各位展示我们直一公司对于新倩女的设计构想。你们的 demo 这么小，是赶工出来的吗？我听说你们的程序员特别少，8个。虽说都是高材生，但如此规模的研发力量未免也太……直一的程序员虽然不多，但是每一位成员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且团队成员之间彼此熟悉，合作顺畅。另外，客户端小，并不等于会降低游戏品质，反而会更方便玩家下载。希望在接下来展示可以为何总证明这一点。开始吧。李总，一切顺利。风腾给我们提供的是同样配置的服务器，真一能连上，智一怎么可能会无法连接？难道是游戏本身有问题？不对啊，这物理连接都连接不上了。连接？那是哪国的呀？会不会是我们的服务器出了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赶紧问问机房怎么回事。好的，王总。王总，机房负责人检查过了，是我们提供给智一的服务配置出现问题，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服务配置呢不正常关闭了。如果重新启动的话，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半小时？可是方总45分钟之后就要赶去机场啊。方总的飞机不能延误啊，要么现在做决定，要么换个时间。换个时间不太现实啊，还得看何总的时间。何总这一去美国3个多月，这个等不及啊。不如我们现在就做决策。我觉得真意他们已经是很不错了。真意的想法很有创意，智一的未必比真意的好，而且这合作还讲究顺不顺。这智一开局就不顺。对，连接镜像服务器。你们在其他服务器上备份了？你们连接了自己的服务器，可是你们服务器的规格跟我们风腾提供的不一样，这样对真意来说不公平。演示会前，我们在其他相同规格的服务器上做了备份，为的就是以防万一。冯总，这是这台服务器的远程连接账号。风腾的技术人员可以随时登录，检查服务器的各项系统参数。网络游戏是个商业化的产品，每分每秒的运行都会影响着整个公司的口碑和收入，所以稳定性至关重要。近年来，网络灾难屡有发生，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智一在设计服务器构架时，就考虑了实时的异地容灾。在这个构架下，一台服务器发生灾难，另一台镜像服务器就会立刻启用，让玩家继续游戏，最大程度的保证游戏正常运行，尽可能的减少意外的发生，是我们智一始终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将来在联合运行中给予风腾的承诺。
这么年轻的团队做事就如此周全稳妥，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有备而来，王总，我不相信巧合。明白，我已经让人去查了。接下来，请我们的团队成员分别向大家展示新倩女的游戏特色。我们的引擎经过重新设计，将单线程逻辑拆分到多个线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代 CPU 和 GPU 的计算功能。龚总，单线程变成多线程就是说……我懂，你不用跟我解释。单机游戏、网络游戏最大的不同在于 NPC 与玩家之间的互动。那如果说 NPC 很死板的话，玩家自然而然会丧失很多的乐趣。因此，我们特意为 NPC 建立了深度行为树，尽力使他们更加的智能，让两者之间的互动更加生动。我们游戏天气的变化将以最大程度的去模拟现实，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日升月落，有风和日丽，当然也有阴雨连绵。我们的宗旨就是让玩家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变化的乐趣。这么复杂的场景变化，对电脑的配置要求很高。但如果说玩游戏的话，需要重新升级电脑，会不会对我们的玩家而言不够便捷，不够亲民？何总的问题，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展示的重点。在不降低游戏品质的同时，降低对电脑配置的要求，是我们引擎一直优化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将以大型河泊水患任务作为演示。既然游戏中有阴雨连绵，当然会导致水灾的发生。河泊水患是我们设置的一个全服救灾任务。玩家除了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将 NPC 送到安全之域之外，还要相应执行灾后重建、旱灾运输等任务。这些将形成动态任务链，以保证玩家对任务不会产生枯燥、厌倦的心理。接下来，我们将模拟成千上万的玩家进入任务，进行服务器的承压性能。哇，太厉害了！龚总，我觉得这个……哦，我知道你懂的，那我就不解释了。10000个人同时在线，还能那么流畅，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不仅仅是新倩女，如果其他的游戏也加上这项技术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收益真的是……以上便是智一对于新倩女幽魂的一些设计和构想。最后，我想在演示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智一科技的理念：坚持原创，传播文化。在我们选择走上创业、成立游戏公司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产生质疑，因为我们年轻，缺乏经验，也因为游戏在多数人的眼里意味着不务正业。但在我看来，游戏和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座博物馆一样，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载体，一种承担着文化传播责任的载体，都是向人们展示文化的一种途径，甚至
更润物细无声。玩家在玩我们游戏的同时，可以身临其境的体会着中华文化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之一的目标，不仅仅是做出受欢迎的游戏那么简单。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构建的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原创引擎的原因。只有自己的引擎，才能创造出与其他文化绝不类同的，只属于中华文化的世界。我们想建立一个世界，一个原本只停留在文字和想象中的世界。当然，我们不会把想法和观念硬塞给玩家，而是在游戏里每个细节中去充实和展现。这就构成了我们整个游戏的格局和世界观。风腾也是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之一能有这个想法，倒和我不谋而合。谢谢风总，我们的演示完毕了，谢谢大家。质疑的想法当然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市场性依然是第一位。臻益科技主打的互动系统，在可玩性和延续性上都要更胜一筹。我跟何总的看法不同，新倩女不是倩女的简单延续，如果变革不大，那没有必要推出新产品。智一科技研发的游戏引擎优势明显，后期还将广泛的应用到其他的游戏当中去。风总，时间差不多了。感谢两支年轻的团队，向我们展示各自的研发成果。那请各位先到会议室外的休息区稍作等待，我们内部讨论一下，稍后公布结果。李叔，别走来走去的了，烦死了。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这心里面。尽人事听天命，我已经做到一切我能做到的。如果输了，就是技不如人。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为什么备份的事我都不知道呢？你当然不知道了。老三在来之前就跟我说小心一点，结果没想到还真出问题了。当时我也慌了，差点把这备份的事给忘了。不过说来也奇怪啊，好端端的服务器，怎么会突然出现问题呢？我马上飞纽约了，合约的事情等我回国再详谈。随时恭候。感谢你们对风腾的支持，我有感受到你们的诚意，希望下次有机会合作。谢谢风总。坐下。让你见笑。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这一局你赢了，我心服口服。我们走。不要这么垂头丧气的。我们虽然输了，但是要输得有风度。
我们在技术和策划上确实比不上智一科技，也算是心服口服。不过你们也不要灰心，这次虽然输了，只要我们回去好好总结经验，下次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能做出更好的游戏，打败智一科技。这段时间加班，你们也辛苦了，都回去好好休息吧。对不起，经理。不是你们的责任，不用自责。我是项目负责人，所有问题在我这儿。如果不是风腾提前了20天，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你们带薪休假3天，回来再好好工作。李总呢？刚才不是跟着我们吗？好，我找他还有点事情，你们先回酒店吧。好的，经理。甄总，对不起啊，项目没有拿下来。我也没有想到，我以为是万无一失的，没想到肖奈这么厉害，居然准备了镜像服务器。何总应该是也被发现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安抚少爷的。行，那我先挂了，甄总。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你回来啦？来见你吃夜宵。我们赢了。太好了！同志们，我们拿下项目了，帅爆了有没有？有没有？必须有！简直是轻而易举，毫无悬念 ，so easy。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辛苦了，我敬大家一杯。嗨，还以为你们在上海庆功宴了呢。哎，怎么回来了？还不是因为想念你们呀！反正我们还得谈合同，下一次大家上海吃啊！对，今天晚上就多吃点啊，反正有人请客。哎，谁也不许提前走，不醉不归。我跟你们说，我为了等这一顿大餐，我连飞机上的饭都没吃，饿死我了都。哎，加菜加菜，今天可绝对不能便宜了老三。哼，还有这么多没吃呢。你是不是傻呀？今天难得能敲诈老三一笔。再说了，我可是团队里的核心力量，我要不多吃点儿，怎么弥补我这段日子损失的脑细胞啊我？加吧，多吃点。好，美女，加菜。大饭店，服务员的高冷。多吃一点，有人请客。哎，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没意见的话，我做主了啊。来吧，好。2打生蚝，2打扇贝，2打带子，再来2盘田螺。哎，有没有想喝啤的？红酒吧，啤酒不能配海鲜。没劲，那就红酒吧，快点啊！小哥爽快，来，我敬你一杯，感谢请大家吃大餐。今天难道不是郝梅请客吗？哎，不是，凭什么是我呀？
我记得那天开会前，大家都在讨论，郝梅请大家去哪里吃海鲜，原因是2套房子。哦，对，我差点忘了，梅哥，做人可不能言而无信啊，这顿饭得你请。就是嘛，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对不对？对。救命啊！我能不能撤单啊我？哎，梅哥有点豪气。就是，别那么小气嘛。哎，那你们就这么放过老三了啊？是啊。下周末，请大家自驾游。哇！还是小哥手快啊！ I love you， 哎，梅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看看银行卡，老三，你还真是无毒不丈夫。过奖吧，我最多是个沙尘暴。哎，来，吃这螃蟹，太记仇了，以后都不敢得罪你了。完了。 你刚刚已经得罪我了。万万没想到啊！居然是我买单，这些都我的钱，我的血汗钱啊！嘿，你血汗哪有这么多钱呀？你的血汗。哎，梅哥，现在是不是应该？ 交代一下房子的事。上个月不是我爸妈来了吗？我不想回老家工作，我爸妈买来凑我娶媳妇用的。哦，那怎么买2套？难道你要娶2个媳妇？不是，老三你沙尘暴哪有只吹1次的？你吃。 我们连妹子都没有，他居然要娶2个妹子！就是2个妹子啊！哎，等一下，我差点忘了，我那个房子呀，还有一间空着的，你们谁要来住？不收房租。哎但是那个房间特别小，只能住1个人。你们兄弟，咱们俩可是一起同居了4年啊！ 你这时候不会抛弃我吧？抛弃我吧？那么大，你还跟我抢？我跟梅哥我们2个共浴过，比得了吗？哎，我说于公啊，你这可得想清楚了，这将来要处个女朋友，然后往家里一带，靠，这可不就让梅哥给抢走了？对，我就带着我的妹子一起投奔梅哥。怎么了？你脚那么臭，梅哥肯定受不了。我去，他脚比我臭多了，他的袜子他都不洗。你脚臭磨牙，根本就没有入住的权利。得，大家都是兄弟的，你们谁住啊？我这良心都过不去。要不这样吧，你们呢先商量着，商量完了呢，结果告诉我就行了啊，就这样啊。来，咱们喝吧，咱走一个。来，走一个，走一个。好，到了。阿爽师兄怎么没来啊？来，辞职了。来，难道他真的出卖大家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去找二喜，看见阿爽和一个陌生男子在一起，结果今天我和二喜去拿实习工资的时候，发现那个人是真意科技的游戏负责人，我就觉得里面有问题，所以打电话给你，结果你手机还关机了。也是会，不方便。梅哥有房子呀，指不定哪天咱俩。可是阿爽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敬你一个，敬你。来，咱们都敬个，都敬个。肖哥，我找你有事儿。我想知道原因。老大，你都知道了。我有一个发小，
他开发了一款小游戏，但是被他的女朋友出卖给了真义。我发小一赌气呢，就还是把这款游戏给发布出去了，然后就被真义反过来告他窃取商业机密。真义因为这个找到了我，我这个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只能背叛之一。但是我只说了我们游戏的进度，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透露，所以你。老大，对不起。原来是这样啊。那愚公他们知道这件事吗？他们不用知道。辛苦了，家长。生蚝。怎么了？没什么。快点长大，家长夫人。哎，大家都吃好喝好了吧？唱首歌呗。哎，走，唱歌去走。哎，这走啊，唱歌去。好，来，哎，我先来，我先来。谁先来啊？我先来。他先来吧。走吧，我送你回去。那他们没问题，帮他们叫车了。走，去买单。哎，不是每人师兄买单吗？闹着玩的，让他开心一下。走。老于，走一个。你们玩的开心，我们先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耶！走了。老板再见。拜拜。好，我们嗨起来吧！来吧，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下午3点半了，这么谁呀？来了，来了！哎呀，谁呀？哎呦，你怎么来了？来走后门。啊？这么乱？这不刚搬进来没几天吗？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哎，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什么都没有啊。你在干嘛？穿好衣服，去超市，照着纸上东西买。炒锅、平底锅、电饭锅、锅铲、电饼铛、称啊，酱油、玉米油、鸡精。你这是要在我家做饭呀？嗯。那我去超市，你呢？洗菜。电饼铛是什么呀？锅铲买木的还是铁的还是不锈钢的呀？我陪你一起去吧。
锅筷刚买，需要清洗，可能会时间比较久。你自己打发时间，2小时后出来吃饭。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我睡醒了他就不见了？哇，好香啊！蛋黄焗鸡翅，炒毛蟹，水煮鱼片，炒年糕，鱼香茄子，都是我爱吃的。洗手。好吃吗？太好吃了！喂，朋友，你太贤惠了。谁能想到啊，这首屈一指的黑客，曾经居然是厨师啊！这也太传奇了吧！这么一比的话，突然间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点 low 的。哎，朋友，你哪个大学毕业的9年制义务教育。啊14岁的时候，家里就没人了，没钱，演不下去。哦，那个，你现在不挺好的吗？你现在比我们这帮正牌大学生强多了吧？虽然说你可能输给老三过，但那绝对不是实力问题，那是你人品高尚。我知道。那我也就是客气一下。好爽啊，好幸福啊！我打算住下来。啊？饭我做，碗我刷，地我拖，衣服我洗。他什么都会干。你要不要我住下来？哎呀，